那么青怡为了王平，竟甘愿放弃这唾手可得的长生机缘，甚至不惜舍命相随的化作魂魄，也要永远的陪伴在王平身边呢？爹，我与王平有约，即便是黄泉也会相伴。带我走，哪怕化作魂魄，只要能陪伴王平。爹，这是当年你对我说的，是你让我一直陪着王平。你不后悔？不会。看完他俩之间的爱情故事，或许你便会明白，相识于一见钟情，或许仅是因一时的兴起，但相陪一生，直至白发终老，甚至为其甘愿放弃生命，那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。二人相识于齐水城的一处餐馆，他是孙家一个不受重视的外门弟子，实力也仅仅是连筑基都未曾达到的小小修士，而他虽贵为整个冉云星的太子爷，可却是被亲生母亲给炼制成的一个怨婴，且这一辈子都不能修行。二人也算有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思吧。他因为对方那不经意间的尊老爱幼，对其心生好感；王平因青怡那欲要出手相救的善举，对其也有着一丝丝的爱慕之情。他二人在亡灵的牵线搭桥之下，便正式开启接下来在凡人界征战数十载的生涯。你的资质尚可，用一甲子岁月陪伴平儿，换一场修道机缘，你可愿？晚辈愿意。而现在的青怡之所以会同意，是因为她本身便对没啥架子的王平有些好感，其次便是王林所说的那场修道机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青怡同意的那一刻，王林便将他的修为给提升到了元婴后期大圆满的地步。可因为王平想要的是一个自己亲手打下来的一个凡人帝国，所以他的这元婴修为并派不上多大的用场，他的作用是跟阴虚傀儡一样，只能在王平遇到生死危机时方才会出手相救。所以自从青怡跟随王平开启这长达40多年的凡人生活以来，青怡便以一个与凡人无异的女子身份默默跟随，而要想仅凭自己的力气闯出一番天地，其困难程度自然可想而知。在原著中描述的是，王平最开始仅用了短短数年的功夫，便创建出一个名叫天行派的组织。光从名字上便不难理解，这个组织的初心应是替天行道，匡扶正义。正所谓得民心者方才得天下。有了无数民众的支持，天行派仅用了短短10年，便发展到与冉云星上其他3大帝国分庭抗礼的地步。而王平此举也无疑触犯了那些原本高高在上，以压榨底层劳动力而感到无上光荣的其他帝王。天行帝国自然也遭到了其他帝国的征讨。这个时候，麻子给他的阴虚傀儡便排上了用场。每次当王平御驾亲征且遇到危机时，有着阴虚傀儡的加入，天行帝国每次都会立刻扭转战局。当然，这其中也有着青怡的数次患难与共。虽然在原著当中，对于王平成为凡间帝王一事仅是寥寥数笔带过，但青怡却是跟其闯过了大大小小的数次难关。最开始，他或许是因为这是一场交易，仅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其中，但慢慢的相处下来，他却是发现这个冉云星的太子爷并不跟其他纨绔子弟一样，他待民如子，更是没有因为自己是其父雇来的，从而为难自己去做一些不情愿的事。因此，青怡也是慢慢的深爱上了眼前的这个充满魅力的男人。为了照顾王平不能修道的心理感受，青怡不惜舍弃一个女子最为看重的容貌，她不再刻意的利用修为助眼，而是跟王平一样，以一个凡人的身份，慢慢的与其接受这岁月的洗礼。或许青怡能够想到最浪漫的事，便是与眼前的这个男人一起慢慢变老吧。后来经过他两口子的不断打拼，以及在其他修士畏惧麻子威名不敢插手的前提下，终于是在冉云星上创建出称霸整个星球的凡人帝国。王平是那一国之君，而青怡则是永远站在其背后的一国之母。然而当已是年迈的王平回到王林身边，得知自己竟是被母亲给炼制成的一个怨婴时，可能一时间接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，亦或者是情愿相信这是父亲所编造的一个谎言。心灰意冷之下的王平便放弃了整个江山，将其交给了一路跟随自己的一个臣民，他自己则是与青怡定居一处边陲小镇，过起平凡生活。现在的王平是一个以雕刻为生的暮年老人，而青怡则是那个负责柴米油盐的苍老妇人。他们就跟普通夫妻一样，就这么岁月静好的又是生活了10年。他们之间早就不是交易了，而是习惯了彼此陪伴以及融进骨血里的羁绊。其实在这期间，王平早已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他十分感谢青怡这数十年的以一个凡人身份的默默陪伴，这份情他王平将会永远的记住。泪水悄然从青怡眼中流下，他许下即便黄泉也会相伴左右的誓言。因为在青怡眼中，修为如同浮尘，他不想做无情仙，只想做一个有情人。然而凡人终有一死，身为怨婴的王平自然也不例外。后来伴随着雷仙使者雷道子点破王平是由剑气所化的真相，以及得到父亲的肯定答复后，心中执念彻底消除的他，属于王平的这一世轮回也即将走到终点。临别之前，王平满怀不舍地对着青怡说道：若是有来生，若是我能有轮回，请你，我会来找你。至此，王平心中的最后一丝怨气也是彻底去除，变成一丝魂魄的他被亡灵不舍地收于天逆柱内。但这时，青怡却做出了一个连一向杀人如麻的亡灵都有些破防的举动，他跪在亡灵面前，哭得撕心裂肺：爹，我与王平有约，即便是黄泉也会相伴。带我走，哪怕化作魂魄，只要能陪伴王平。爹，这是当年你对我说的，是你让我一直陪着王平。你不后悔？不会。
要知道，这时伴随着王平的离去，他与王林之间的交易已然结束。他原本可以仗着王林的凶名，在这冉云星上做一个逍遥快活的太子妃，但青怡为了王平，不仅甘愿放弃这唾手可得的天大机缘，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，永远的陪在王平身边。也正因青怡那一份纯粹到极致的深情，让麻子破例出手的把青怡的残魂和王平的魂魄一起封进了天逆珠里，那里没有生老病死，没有轮回之苦。在那个永恒的世界里，他们终于能真正的白首不相离，永世相伴。不管是现实还是修真界，有多少人为了利益抛妻弃子，背叛亲友？可青怡和王平的故事却让我们明白了，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初见时的一眼惊艳，更不是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，而在往后不管富贵还是平淡的岁月里的不离不弃。可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又有多少呢？